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5日啊。没想到这个伦敦钢琴门事件又有更新，本来以为是女配角的刘梦颖同学，竟然在小红书上第3度发声。我去小红书看了看，早上起来看的时候我还在啊，当我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它又删除了。您说这是什么操作呢？然后发了又删，删了又发啊。那咱们先一块儿看一看他这次发了什么内容。大家注意啊，这次他是没有加英文字幕的。我坚定，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我能出来发声，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自己做公司，所以我不怕被别人揭短，被别人扒。我爸常给我说，人正不怕影子歪。之前也受到过比这次更大的打击。3年前，我来投行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在八大投行之一的德意志银行，我做小红书的求职博主，一不小心做了当时求职垂直领域最大的海外垂直 IP 之一，被各种同行黑，然后公司让我停止做小红书。我很理解。公司也为了他们的利益，不允许员工有做任何对公司可能不利的事情。从那以后，我开始补各种创业的知识，学习数字营销、课程搭建、交付运营、法律财务等，想成为一名自由的数字游民。写了上万字的商业计划书，辞去光鲜亮丽的工作，拿了我手上所有的积蓄，开始创业。创业过程中，好几次差点连伦敦的房租都付不起，但是庆幸的是，凭借我和团队的努力，我们开始慢慢的变好。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花费了几十上百万，去到各种海内外教培行业的头部公司学习。之后就有了网上曝光我创业第一年能在英国网上查到的22年英国公司的财务情况，200K 英镑，近2万人民币。但是在第一年踩了很多的坑，交了很多的学费，所以利润所剩无几。是我唯一一个负利润月，整个月的开销高达上百万。其实有很多决定是非常失败的。创业真的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我创业第一年差不多做了200万的收益额，第2年500万，第3年超1000万。在此同时，我也额外成立了交给行业创业孵化公司，也帮助了我身边朋友从0到1的创业和帮助已有的创业公司做增长。其中一个商业合作伙伴，他做国际生留学申请跟求职培训，从月入10万，在我的帮助下，3个月内做到了月入50万。我也帮助了我第一届求职成功的学员，本来入职了国际500强沃尔玛的工作，受不了大厂的朝九晚五的工作，最后出来做英语语言的教学，一个人单打独斗，从0做到了月入7到8万。还有帮助海外 GCSE A-Level 课程行业的合伙人，合作期间累计做了500万的业绩。还有做投资培训的朋友，一个月高达300万的销售额。这一切我相信可能很难去理解，估计很多人会说我就是个骗子。这次钢琴事件大家肯定会疑惑，为什么我出来发声？大家觉得我一个女配角，为什么我连续发声2次是来蹭流量吗？首先我自己觉得这个事情因我而起，如果我最开始沟通的时候圆滑一点，说不定可以避免后面我踩的坑。其次，这次事情因为其他人的工作也导致他们很难出来发声。我们当中有人是已经做到英国学校主任的位置，基本上华人到这个位置是寥寥无几的，传扬中华文化的中文老师。因为这次事件几乎工作不保，我也想尽我所能帮助他通过自媒体的途径放大客户群体，做成自己的线上平台，可以从自己的全职工作中走出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学生，教会外国人说中文，防止今天的事情第2次发生。接下来我也会发布更多的有关教育行业、创业相关的内容，也想帮助更多想从工作中出来创业，甚至已经在创业的伙伴怎么做创业的增长。好，视频看完了啊，他这次第3次发声的目的特别明显，就跟我们猜测的一样，他的这个叫什么 TOA 的生意啊，岌岌可危。从这个他发的视频，咱们看到他这个公司啊，曾经啊也算是非常成功。TOA 它叫什么 Top Offer Academy 啊，是个职业介绍所，帮人培训怎么找工作啊，然后怎么拿到什么他所谓的什么大厂的 offer 啊。但是呢，从他这段发声看这样子来说，他给了几个例子来说，他现在这个已经不是他的主要业务了，他主要业务是给想做线上平台的人提供培训和提供资讯、提供资源，让他们把他们自己的线上平台做到成功。也就是说，他已经做到了骗子的上家啊。他的职业介绍所呢，有人这个暴露出来啊，根本就是个骗局，他承诺的东西啊都实现不了，而且不给人家退款。然后但是呢，他现在这个公司看来在这个钢琴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已经做到了上家，就是帮助
别人培训骗子啊，帮助骗子培训骗子啊。OK， 但是他这个里边有几个细节，怎么证明这一点？咱们一块看一下啊。那他说他辞职后创业的第一份收入呢，就是来自一个 LMA， 也就是说 Language Magic Adventure 这么一个公司啊。这个公司呢成立于美国啊，然后看这个样呢，这个创始人啊是一个外国人，好像东欧的，是不是给他现在的男朋友有关系呢？这个咱们不清楚。什么 MLA 这个公司啊，主打什么呢？就是这个说28天让你学会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啊。然后呢，我看了看它的收费啊，还不便宜啊，在几千美元往上啊，这么一个收费。那一个人能不能在28天学会一种语言呢？可能相近的差不多啊。你比如说北京话啊，普通话据说东北话可能差不多啊，但是想学一个跨文化的这么一种语言，我觉得不太可能。那实际上它这个东西干嘛呢？给你在线上，比如说你想学中文啊，你会说英语，你又想学中文，他就会找一个会中文但是又会说英语的，让你俩互相交流。所以说这个28天实现是完全不可能的。另外在这个 Reddit 上早有人看出这个什么 LMA 这个公司啊就是个骗子公司，他也给出了几条啊，一个是虚假承诺啊，再一个没有收费标准，然后再一个呢没有给出成功的案例，只有一例成功的案例啊。然后这个刘梦颖的这个声明呢也是这个样子，就给出几例啊成功的案例啊。就是我还看到这家公司啊，它的销售模式非常像传销啊，非常像传销，就是拉人头啊，我给你几个配额，你去拉完了以后我给你分成。这就是刘梦颖的第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一个这样的骗子公司，帮骗子公司拉 offer 啊，去招人头，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另外呢，他说啊，他在德银呢，然后是因为这家公司呢不想让他在小红书继续发展自己的事业，所以说呢，他就愤然离职。通过看他的辞职信呢，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啊，一般人辞职啊不会写我下一步去干嘛去啊，然后我可能写下一步有一个更具有挑战的机会等着我去参加啊，这个是辞职的原因，会这样写，因为毕竟避免一些麻烦的事情发生嘛。但是刘梦颖呢就非常清楚写完了啊，我要辞职去创业啊，一个以科技为背景的这个公司，这个有一点啊，确实是证明他跟这个团队不是太合啊。那基于是不是像他说的这样啊，我愤然离职，因为你公司对我限制太多，不让我干课外的事业。然后我这个愤然离职去创办自己的公司，我就要证明给你看看，还是因为上次咱们说的，有人爆料说他在这个德银工作的时候呢，偷人家招聘题拿出来培训，那人家公司呢让你自己辞职，给你留个面子，所以说呢他才这样写呢，大家自己判断这个事情啊。另外呢，他又给出了一个案例啊，说这一位呢是在教人线上怎么炒股票啊，然后是通过他的培训怎么在线上创业了这个事情，然后呢得了一个很好的生活。但是我一看这位的宣传方式呢，基本上就是骗子啊！首先，在线上教人炒股票的，基本上都是骗子。要是自己炒股票能赚钱啊，怎么会上线培训别人去做？除非是他想吸纳你的本金，吸纳过来，你跟他一块炒啊。这就是一般上线炒股票或讲财经的这些人啊，都是这个模式啊。另外，你看他的宣传模式啊，一夜之间从 Netflix 的上市赚了7万英镑。这个啊，一看就是招人眼球的这么一个推销的一种方式啊。然后这个人呢会不会扒出来呢？咱们看这个网友会不会怎么扒他啊？所以说呢，我就说刘梦颖啊，已经发展到他这个骗子行业的上家，就可以培训小骗子了。看这个样子，培训小骗子这个业务呢还比较成功，所以说呢他急了，现在啊就不断的发视频，但是每一次发了又删，就证明他就没想好。另外呢，这次呢我说过他没有打英文字幕啊，所以说只是对中国市场的。然后我就去看这个小红书，它有多少人看呢？也没多少人看啊，实际上点赞的有80几位，然后留言只有1条，估计就是他自己留的啊。所以说他删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根本就没人理他了呢？他就删除了呢？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啊。我觉得对于骗子最好就是不要理他，不要给他曝光度啊。然后呢，美国贸易委员会啊，也就是 FTC 啊，针对这种线上的啊这个培训性质的骗局呢，早就发出了声明啊，有几个 red flag 啊，一个是呢，
承诺根据他们的流程，只要这样做就能成功啊，就能赚多少钱，而且赚的钱很多，不太需要太多努力啊。另外呢，就是要大家注意这个传销的过程啊，这个是一个传销的骗局，典型的传销骗局，他们早就对这个事情发出了 warning。那现在呢，新型的骗局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是呢，换汤不换药，里边最后的模式都会变成这个。刘梦颖针对留学生和这个他们对社会的判断力不高，技能也不是很高，他涉及了2个骗局，一个是招聘这种低级的骗局，第二就是培训小骗子通过上线的 business training 然后后边是不是传销是不是这个东西咱们继续再看这个人良心是大大的坏了然后怪不得这么不要脸，骗子就不能要脸然后他的视频的第2段特别有意思可能他把他下一步传销的对象或者拉拢的对象呢这个放到了牛顿冷身上的工作，也导致他们很难出来发声。我们当中有人是已经做到英国学校主任的位置，基本上华人到这个位置是寥寥无几的，传扬中华文化的中文导师。因为这次事件几乎工作不保，我也想尽我所能帮助他通过自媒体的途径放大客户群体，做成自己的线上平台，可以从自己的全职工作中走出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学生，教会外国人说中文，防止今天的事情第2次发生。那看这个样子呢，继牛顿冷上线卖 T 恤衫以后呢，他的这种不要脸跟这个战狼的才能呢，被小骗子刘梦颖给看上了他想把它做一个线上平台，然后让他去教中文。通过对牛顿冷的这个简历分析呢，咱们知道他现在唯一的主业就是在那个健身房当健身教练了是他的唯一的工作了。所以说牛顿冷可能也急需这个工作的机会或者是打拼的机会，但是注意牛顿冷如果你不是主动参加的，你是让刘梦颖说服的他会收你很贵的钱。另外呢，看牛顿冷这个样子如果他做上线的平台呢，教中文呢，我觉得市场不是太大然后你想通过这个发财，我觉得你是被宰的羔羊。但是呢，也有可能牛顿冷也黑了心，跟刘梦颖一块做线上平台，再去发展下家，再去骗人牛顿冷呢是有这个潜力的，因为没有什么道德价值观这个人看这个样子，所以说呢，要提醒大家注意这对小骗子。咱们看刘梦颖后边他说他还会继续发声，如果他发了视频呢，咱们再给大家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这个事情钢琴之战我说有很多的方面，没想到还能接触一个小骗子来这一点我没有想到那刘梦颖呢，现在这个骗局呢岌岌可危，所以说他一定会更多更快的给自己发声的。咱们这件事情还会有更新。那到 Dr. K 这边呢今天呢他又去了 St. Pancras 这个火车站然后披着台湾国旗和一位吹苏格兰风笛的一位一个老兵看这个样子就进行了一块演奏。下面呢咱们一块看一看。在我播放这个视频之前呢，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帮忙订阅和点赞，帮助我们快速成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email. From Cape Town. I had somebody send me an email about bagpipes. I'm not sure it was. So this is to Uncle Lance. So tell me who you are and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I'm Piper James. I'm an ex-army piper from the British Army for the late Are you Queen. serious? You were actually in the army? I was in the army. So you're a veteran? Oh wow. And now I'm a pastor in Cape Town and I help men turn their lives around. Oh, God bless you. And my Uncle Lance said to me, Pipey, if you see Dr. K, you've got to stop, man, because we got to let Cape Town know that Oh wow, so you were actually in the army? I was. And in the musicals section? I was in the pipes and drums for the pipes and Irish drums. Guards. Oh, that is actually But I'm a amazing. huge advocate for letting people never forget what the people sacrificed. That's why I wear all the poppies. Well, that is amazing. Bless you. I mean, it's a shame you weren't here when we had the CCP here, when we had the Communist Party. I'm You not know, political. we would. I'm not either, you know. My sister was born in Hong Kong. Go on, do one for the road. Do one for the road. I do one. Do one of whatever you want. Do one of your. I'm not political either. I've just been radicalised by the CCP. Of course you can. Oh, got the green flag around me. One for the Irish. Yeah. You get it? Oh, come on, you black and tans. I'll send it to Charlie then. Yeah. Go, Brady! Oh, we're going to start moving at the piano. Make sure you hit that like button. So we just had the Piper turn up today. I've got my Taiwanese flag here. We started a kind of sort of free speech zone here at the piano. So all kinds of interesting people turning up today. I've got my Taiwanese flag. So you know, I think I've been radicalised by the CCP, as I keep saying, you know. But anyway, hit that like button. Hope you've enjoyed the show. And no police, security or secret police here at the moment. So it's been okay. Really got quite a radical space here at the piano, so I hope you've enjoyed it. Hit the like button and I'll talk to you soon. God bless. Bye.